装修不是抄作业，什么流行就装什么。特别是阳台装修，千万不要跟风装这10样东西，费钱还不实用，谁装谁后悔。你还别不信，这都是小东做装修行业15年来总结的经验教训。1. 不装超大落地窗，如果不是别墅，就别去追求那种大玻璃落地窗，价格死贵，通风效果还差，后期清洁也是个问题。要么花钱雇人清洁，要么还得配个擦窗机器人。最关键的是安全性还不好，特别是楼层高的，刮个大风你都得心惊胆战的。如果窗外有景观，想要视野好，就在玻璃中间加一根竖体，既节省了费用，视野也不受影响。2. 不装推拉门，特别是客厅面积不大或者采光不好的户型，就不要在客厅和阳台之间装推拉门了，室内不通透，还显得空间小。更不要装这老掉牙的过门石了，一点用处没有，还显得小气。直接客厅阳台打通，瓷砖通铺过去，这样空间才显宽敞，视觉上也更显通透。3. 墙面不做乳胶漆或微水泥，阳台湿度和温差都比较大，特别是南方地区，如果刷乳胶漆或者刮大白，时间一长，非常容易反潮起皮。至于现在流行的微水泥，工费高，成本贵不说，也很容易产生划痕或者表面变色发霉。所以阳台墙面建议直接地砖上墙，打理卫生省心，也更加耐用。4. 不装洗烘一体机，想彻底解放阳台，就不要装洗烘一体机，容量太小不说，烘干效果还差，即便是烘干了，衣服也是皱巴巴的，还得找地方晾晒。直接入手个洗烘套装，独立的热泵烘干，不仅容量大，烘干效果还好，烘完的衣服蓬松柔软，立马就能上身穿。而且独立的烘干机还带有绒毛收集器，特别适合养宠物的家庭。5. 不装木质洗衣柜，特别是阳台在南向的，常年风吹日晒，迟早会开裂、变形，甚至发霉。建议就做太空铝的加厚材质的金属柜，不怕太阳晒，更不怕水，并且美观还上档次。当然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造型选择少，给人一种硬邦邦的感觉。但居家过日子还是以实用性为主，颜值是其次。6. 阳台不装布帘，阳台装窗帘的作用其实就是遮光，所以没必要做一层布帘一层纱帘。即便是你多花钱做2层，布帘那层也都是收在边上，占地方不说，后期还得花精力去清洗，所以不如直接做一层素色的纱帘就可以了。另外，一定要提前预留窗帘盒，传统罗马干外露不美观不说，积灰还不好清理。7. 不装隐形晾衣架，如果家里没配烘干机，有晾晒的需求，也不要装那种隐藏式晾衣架，因为家里的晾衣架基本都是天天用，很少有机会收上去，隐形不隐形根本不重要，何必花那冤枉钱。还有那种带消毒、烘干功能的晾衣架，也不要选，妥妥的智商税，就选择大品牌的基础款，有自动升降和照明功能的最实用。8. 不装复杂吊顶，阳台不要做太复杂的吊顶，尤其是那种木格栅吊顶，造价高，难打理，还压层高，不如直接吊一个平顶，边上预留窗帘盒。预算紧张也可以选择不吊顶，直接在边上加一个窗帘盒就可以了，简简单单，既省钱又美观。9. 不用红砖包管，阳台的下水管不要直接用红砖包管，不仅占空间，而且还不隔音。下水管最佳方案是直接包隔音棉，然后在外边做整排的柜子，把下水管隐藏在里面。这样做的话，不仅是功能性增强了，而且还更隔音了。10. 不装金刚网纱窗，除非是低楼层，否则不要装加粗的金刚网纱窗，妥妥的挡风神器，通风效果太差不说，更糟心的是还挡光。但粗大的孔洞对小蚊虫还束手无策，价格死贵，卫生还难清理。建议首选高透网纱窗，除了没有金刚网结实外，其他全是优点。视线好，不挡光，通风也不受影响，关键是网眼也细，完全能挡住小蚊虫。新房装修，阳台到底要不要封？想必这样的纠结在每一个装修家庭中都会出现，也一直是家居行业比较有争议的话题。有的人会说必须封啊，不封会漏风漏雨，还很难打理卫生。然而也有的人会说，我就不封阳台，我喜欢吹吹春天里的晚风，沐浴着四季的阳光，封了还叫什么阳台？正巧我家现在也面临着封不封阳台的选择，就我个人的经验和真实感受，来和大家分别聊一下封阳台和不封阳台的好处和弊端，也希望能给同样面对装修选择难题的朋友们解决一些困惑。封阳台的优点都有哪些呢？关于这几点都会和日后生活息息相关，所以我认为比较有用，所以会重点讲下。
一、安全性高，且有保温隔音作用。首先，最大的好处也是大家最在意的，就是安全性。尤其是高层有孩子的家庭，就算有防护栏，孩子也是会到处乱跑，孩子的安全无小事。蜂丸简直是给楼房家庭安了一把放心锁，且保暖性极强，这是肯定的。在北方的冬天，温度格外的低，蜂丸不仅能增加保暖性、安全性，还能阻隔不少外部带来的噪音。离马路近的伙伴们是最佳的选择，就不用担心每天听到车流的声音。二、卫生好打理，蜂丸的阳台还很好打理，室内的卫生搞一下就很容易，一般都是通铺的地砖、地板，扫地机器人都能帮你完成，省时又省力。而且到了刮风和下雨天的季节，特别的防灰尘能起到了有力阻挡，否则雨水过后真的很难打理。蜂丸的阳台就完全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。三、增加室内的使用面积，扩大了使用面积，适配装修风格也多，看起来整体规整，美观大方。这个空间足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。阳台还可以用来健身、品茶、瑜伽等，或者做一个收纳式的阳台，放洗衣机、晾衣架，一侧打上储物柜，摆放自己喜欢的物品，是真的可以增加很多室内的储物空间。在当下特殊时期，居家休息时间做点喜欢的事情特别的安逸，大大的提高了生活质量。那么蜂阳台的缺点都有哪些？一、影响采光和通风，床和被子等衣物没地方晾晒，阳光不能直接照射，起不到有效的杀菌作用，还会影响空气的流通，对流的风量肯定会减小。尤其居住楼层低的住户可能还会觉得压抑，因此也有很多住户选择安装新风系统，但是新风系统的风量还是远不及开窗户的量大，所以也会有很多人说价格贵，效果不佳，根本就是智商税。二、阻隔视野，蜂丸阳台一定会阻挡观赏性，看窗外的景色不会那么直观，没办法眺望更远处的风景，没有开放式的视野通透。三、增加装修成本，带阳台的一般都是落地窗，也就意味着大，那么封起来的成本会高，非常现实的问题，一般价格也是不等，就算普通的断桥窗，差不多也要大几万，看你选的材质、材料决定最终价格。不封阳台的优点：一、适合老年人养花种草，因为我家有老人，会很喜欢外阳台，可以养一些绿植和花花草草，随意搭配，依靠自然环境生长，阳台上也是很方便打理。很多老年人更喜欢田园生活，独立的阳台空间可以在闲暇时间打发一下城市的喧嚣。围巾难能可贵的就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，这样边看花边看世界，寂静地享受着自己的绿色成果，这样的生活想必是惬意的，令人羡慕的吧。总结一下，在我看来，不封阳台的缺点还是蛮多的，总之是弊大于利。首先就是安全有隐患，保暖性差，噪音大，灰尘大。其次，高层风也会很大。还有一点就是蚊虫和飞蛾会趁虚而入。另外，阳台还要选用耐腐蚀的材料，否则腐烂的就是想翻新也会很麻烦。所以就我个人而言，还是比较倾向封阳台。封阳台选材和安装方面的建议：一、先来说下选用什么样的材料，这也关乎到使用年限和生活的舒适度。现在阳台装修用到的材料基本就是断桥窗、系统窗、塑钢窗三种主流形式。断桥窗优点有很多，由于断桥窗框架结构整体采用铝合金材质，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和降噪效果，比较合适北方，屋内屋外室外温差大，而断桥窗凭借良好隔热性能，防止窗户出现湿气。我认为目前也是几种材料里性价比比较高的。系统窗其实和断桥窗有很多相似点，隔音降噪、隔热采光效果都很好，区别在于由于制作工艺、五金用料、研发设计等方面综合性能更强，稳定性更好，并且由于零件都是固定好的，系统窗安装也会稍加容易些。而且系统窗安装后都会考虑窗户等压，在设计上更加注重平衡室内外压力作用，水密性、气密性更加具有优势。当然，系统窗比普通的断桥窗价格也要贵很多，比较适合大宅或别墅的住户。塑钢窗是我们家装行业的老朋友了，凭借价格经济实惠、良好的性能占据了市场很多年，但自身的缺点也很多，比如耐热性和稳定性就不如断桥窗，且使用寿命短，用久了会出现变形、变脆的情况，比如适合预算较低或是临时性过渡住房的朋友选择。二、再来说一下窗户的玻璃选哪种形式。现在
市场主流的基本都是钢化玻璃，和普通玻璃相比，强度更高，且热稳定性更好，即便是受到外力冲击，碎了一般也不会伤到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选择钢化玻璃一定要认准3C 认证标识。至于玻璃组成样式，具体选择双层中空还是3层中空玻璃，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居住情况而定。像普通住宅选择双层中空的就可以了，它的隔音、隔热、采光效果就很好了。但是如果临街或者周围有商场嘈杂环境的住宅，建议最少还是选择3层中空的夹胶玻璃，确保把噪音降到最低。最后就是安装环节，3分材料7分安装，这一点也尤为重要。首先，安装前要认真测量，预留好足够空间。其次，安装时千万不要破坏墙体框架结构，避免日后造成墙体开裂、窗户框架变形等情况。另外，安装时用到的密封条、玻璃胶、密封胶等材料也要慎重选择，尽量选择大品牌的，千万别贪图便宜，用劣质材料，否则会降低窗户的使用年限以及密封效果。说在最后，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封阳台优点和弊端，其实要不要封阳台，还是看个人怎么取舍，同时也要根据南北方温度差异而定。比如南方的朋友气候四季如春，大多数还是选择开放式阳台较多，那么北方的朋友还是讲实用性、保暖性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封阳台的居多。随着季节更替，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相信也会有和我一样正在打算装修的小伙伴。那你们家的阳台是怎么考虑的呢？不妨和大家一起聊聊想法。